伊朗叫停与美国的间接谈判，放话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，并且开启曼德海峡战线。嘴上喊的硬气，实际上已经濒临绝路。60天谅解备忘录被特朗普一通修改，彻底卡住了伊朗的脖子。而在乌俄战场上，俄军5月份拼命打出7000多次进攻，反而实现领土负增长，军费开支也彻底失控，财政赤字高达5.9万亿卢布，超出年度预算目标近50%。为了掩盖颓势，克宫干脆把提出异议的人送进精神病院，连最铁杆的 Z 博主也无法幸免。美伊停火协议要崩盘了吗？俄罗斯的经济还能撑多久？伊朗这次叫停对话其实是真没招了。表面上看，伊朗振振有词，把锅甩到了以色列头上，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加沙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，并以此作为恢复间接谈判的先决条件，声称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违反了美伊的停火协议框架。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更是在社交媒体上放狠话，停火协议必须覆盖所有战线，任何一条战线的违反都算全盘违约，美国必须承担全部责任。革命卫队那边也不消停，又是威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，又威胁开辟曼德海峡新战场，叫嚣的那叫一个响。所谓的黎巴嫩停火条款在谈判中一直是模糊处理的概念。伊朗倒是想强行捆绑黎巴嫩问题，但美方从未明确承认这样的条款具有约束力，只是同意在后续进程中进行协商，甚至以黎双方还单独开了谈判议程。而且此前在停火期间，以黎双方的冲突就没断过，这期间伊朗一直保持沉默。如果伊朗真的提了新翻脸，早该在之前就掀桌子，而不是谈话快出结果时出声。所以这次喊话怎么看都不太合理。其实伊朗叫停谈判的原因不是以色列打了谁，而在于特朗普。此前美伊双方在商议60天的谅解备忘录，一度传出消息双方马上就要签订协议，但是特朗普不干了，召集国家安全集团在白宫战情室开会，对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了大幅度修改，条款全面收紧。首先是核武器方面，原本的草案在这方面的要求很模糊，只让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。特朗普觉得这样不行，模糊的条款就意味着可以随意钻空子，所以他提出明确要求，浓缩铀这个事儿必须写明谁去拿，什么时候拿完，拿去哪里销毁，每一个细节都要白纸黑字写清楚。然后就是霍尔木兹海峡，有消息透露，特朗普亲自上手修改了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措辞。原本草案里写的是双方就海峡通航问题进行协商之类的软化，特朗普改成了伊朗必须立即同意双向开放海峡，不得设任何通行障碍，不得收取变相通行费，所有水雷必须清除，伊朗必须放弃控制海峡的一切主张。最后就是资金问题，伊朗想要的是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，美国就立刻解冻12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。伊朗议长卡利巴夫此前还专门飞了一趟卡塔尔，核心任务就是跑这笔资金的事情，反正就是美国先把钱打过来，剩下的慢慢谈。但是特朗普不乐意，他觉得伊朗只要签个字就能得到大笔进账，太便宜伊朗了。共和党内部也觉得这么搞就像美国掏钱奖励伊朗一样，所以草案又被修改了，资金的解冻必须和伊朗履约的进度挂钩，分批释放，不能一次性到账。这些条款一修，等于说双方谈着谈着差不多又回到了最初的时候，所以伊朗也不干了。但是他也不能明确拒绝美国，因为美国的军事部署已经完全准备好。这样说条款商议不到位，双方暂停对话，那美国就有理由直接动手，毕竟是伊朗不想谈，伊朗没有诚意。现在正好以色列刚打出来一个战果，占领了黎南重镇波夫特城堡，于是就被拉过来当作借口，算是保住了伊朗的面子。到这里，很多朋友应该都能看清楚，所谓的暂停间接对话，只不过是伊朗朝美国要价的又一个手段而已。至于他的那些威胁，已经喊了无数次了，伊朗能做的最多也就是再拖一拖，闹一闹，给国内国外做做秀，最后大概率还是得回到谈判桌上，按照美方的节奏把协议签了。伊朗这边还在拖，他的好大哥俄罗斯在乌俄战场上已经快被打出原形了，战绩越来越不能看。5月份费尽心思打下来，竟然只拿下14平方公里。据 Deep State 统计的数据，整个5月份俄军在前线发动的突击行动次数增加了 37.5%， 总次数超过7000次，结果折腾了1个月就啃下了14平方公里，平均每平方公里要500次突击才能啃下来。这个数据拿出来是真的不够看，而且按照战场的真实情况来算，这个数据其实还应该继续往下掉，因为出于安全考虑，在地图上乌军的推进和收复会被延迟更新。如果把乌军实际收复的土地算进去，俄军5月的领土净变化应该是负数。也就是说，从4月以来，俄罗斯连续2个月都在丢土地。这些数字看起来不多，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些数字代表了趋势。俄罗斯传统的快速推进季节是春末到秋初，但现在连季节规律都不管用了。
在他们的拿手集结，推进速度都这么慢，足以可见俄军的压力。自2026年开年以来，俄罗斯在前线几乎没有取得任何重大突破。之前俄军高层还向普京立下了军令状，说秋季之前拿下顿巴斯。他们靠什么拿？总不能又是 AI 生气视频吧？综合来看，乌克兰收复土地的速度已经远超俄罗斯的推进速度，这也离不开一个原因，就是俄罗斯的战术退化。突击，很多朋友看到这个词，脑海里浮现的画面可能都是坦克开路、装甲车跟进的大规模协同攻击。然而现实情况恰恰相反，俄军的突击打法相当寒酸，2-3个步兵甚至1个人趁天黑偷偷摸摸往乌军防线缝隙里钻。Deep State 也专门提到了这一点，他们不断收到视频证据，俄军的突击行动最多由2人组成，甚至单兵独自冲锋，但在他抵达目标之前，所有的火力就对准他招呼了。说的好听叫突击，其实还是渗透的玩法。问题是，这种渗透的代价比起人海冲锋好不到哪里去，因为乌克兰的无人机一直盯着，大部分渗透者可能还没摸到乌军阵地，在半路上就被无人机打了，或者在阵地前被集火。即使有少数人渗透成功，也只能躲在废弃房屋和弹坑里，等着后续兵力，根本构不成实质威胁。最后的结局还是被乌军围困。所以这种小组突击完全不可能突破乌军防线，攻势也会彻底慢下来，但推进的代价或许比之前还惨重。所以乌俄战争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，对乌克兰而言，保持主动权至关重要。只要握住主动权，俄罗斯溃败是迟早的事儿，因为俄罗斯的经济已经兜不住战争的开支了。据彭博社报道，俄罗斯财政部的官员和央行的代表最近集体跑到普京面前，甩出来一份天价账单。现在的国防开支正在把联邦预算赤字推到无法挽回的水平。2026年，俄罗斯全年的预算赤字目标才定在3.79万亿卢布，也就是 GDP 的大概 1.6%。结果俄罗斯只用4个月就把赤字干到了 5.9万亿卢布，占到 GDP 的 2.5%， 超过了全年目标将近 50%。这是2022年全面开战以来俄罗斯最大的赤字缺口。按这个趋势，到年底，俄罗斯的预算赤字很有可能会把 5.9万亿这个数字翻一番。金融时报也获取了一封俄罗斯财长西卢阿诺夫在2月份发出的内部信件，信里写得明明白白，战争开支正在严重超出预算，造成的即时资金缺口为2万亿卢布。最糟糕的情况是到2027或者2028年，这个数字会一路膨胀到4万亿卢布，折合约560亿美元。面对这么大的资金缺口，该怎么办呢？西卢阿诺夫的建议是冻结2026年所有非军事计划支出中大约 2.9万亿卢布的部分，把省下来的钱通通填进战争的窟窿里，而且2027年和2028年还要接着动，分别动 5.4 万亿和 7.1 万亿卢布。军事开支已经完全成为俄罗斯预算的首要任务，克公宁可再苦一苦俄罗斯人，也要继续往里面砸钱。而这也是普京的态度。在财政部那群人找普京哭诉的时候，就有人提议要削减军费，国防部那边不同意，他们觉得军工复合体就是俄罗斯经济的命根子，削减军费会把整个产业拖垮。所以财政部不仅不能削减军费，还得继续给他们拨款。两边吵得不可开交，最后只能把皮球踢到普京脚下，等大佬拍板。普京随后给出指示，军费不能动，想要钱在预算的其他地方找找，省一省总是有的。估计财政部那群人都要哭了，这还怎么省？完全省不出来，因为俄罗斯的经济正式踩进了萎缩的泥潭。俄罗斯经济部已经将2026年全年 GDP 增长预测从此前的 1.3% 砍到了 0.4%， 几乎缩水了2%。0.4% 的增长基本上就是停滞，而这还是最好的情况。第一季度实际 GDP 按同比来算，已经萎缩了 0.2% 到 0.3%， 这是2023年以来的首次季度性下跌。最让这群人痛心的就是小金库真的要见底了。战争之前，俄罗斯国家财富基金的流动资产高达1130亿美元，占到 GDP 的 6.5%。 这个基金就是俄罗斯拿来补漏的最后底牌。当油气收入低于预算基准线的时候，政府就要从这个基金里往外拿钱填窟窿。在2026年头2个月，光填补油气收入的缺口就已经从这个基金里抽走了4190亿卢布。到了5月初，俄罗斯财政部的数据显示，国家财富基金里能用的资产只剩下了 3.6 万亿卢布，比战前水平低了将近 60%。 按照2026年初的消耗速度来算，流动性储备最快1年之内就能耗尽。有许多人一直拿中东打仗油价飙升来说，认为俄罗斯已经赚翻了，不用再担心钱的问题。事实上确实是赚了，但这波油价红利是一次性的，根本不是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。彭博社算了一下，对俄罗斯来说，油价必须要稳在100美元以上，然后至少持续1年，克工才有可能兜住亏空。1年这个时间窗口，无论是伊朗还是俄罗斯都耗不起了。有个消息特别能说明俄罗斯的窘境。彭博社报道，国家杜马竞争保护委员会主席瓦列里加通在议会上直接骂街了，
他当着全杜马的面说，去年我们赤字超过5万亿，今年又是5万亿，加起来快11万亿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印钞还是怎样？像1992年那样，物价每周涨30%？据说这还是修饰过的版本，原话骂的都不能听。加通本人不得不站出来收回发言，说自己没骂人，他只说没骂人，没有否认那些质疑，这已经很能说明情况了。而俄罗斯最关键的油气收入也马上兜不住了。随着乌克兰无人机的打击，原油平均加工量已经降至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。普京一看这情况，只能咬牙指示限制燃料。据彭博社报道，俄罗斯现在的原油平均加工量只剩下每天458万桶，比起1年前同时期少了70万桶，足足跌了13%，是16年来的最低水平。主要原因就是乌克兰的打击。俄罗斯的10大炼油厂里8家都挨了炸弹，5座核心炼油厂几乎停摆。他们最直接的操作是在6月1日紧急出台了航空燃油出口禁令，一直要禁到11月30日，说是要确保国内市场稳定。俄罗斯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禁过航空燃油出口，这还是第一次，可见被逼到什么程度。至于汽油，这个被禁都是常事儿。2025年年底禁了一波，到2026年2月才解禁，结果4月份又开始禁，这次要禁到7月底。据莫斯科时报报道，柴油禁令应该也在路上了。然后就是限购政策，在新莫斯科地区，加油站已经开始贴告示，每车每次限购汽油60升，柴油100升，还是没截止日期那种。新莫斯科是2012年刚并入莫斯科市区的区域，离克宫的直线距离不到20公里，眼皮底下都得勒紧裤腰带，更别提其他地方了。在被占领的克里米亚，每车只能限购20升汽油。更可笑的是，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还在嘴硬，说没有燃料短缺风险，把炼油量下降甩锅给季节性维护。火力军很好奇，什么维护能把主要炼油厂瘫痪，能让克宫不得不限制燃料？这个5月份很有可能只是一个开始。乌克兰打击策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，以前主要打的是初级炼油装置，相对容易修复，现在重点转向了2级加工设备，技术更复杂，造价更高。这些2级装置用于生产汽油和柴油，一旦受损，在国际制裁的封锁下，短期内根本搞不到替换设备，就只能慢慢修。要修多久，谁也不好说。能确定的只有一点，维修期间别想好好炼油。也就是说，乌克兰现在不仅要把俄罗斯打疼，还要让俄罗斯一直疼。这也服务于泽连斯基现在的目标，尽快结束战争。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在安全架构2026论坛上证实，泽连斯基已下达明确指示，尽一切可能途径尽快停止战斗行动，最好是在冬季来临之前。之所以选在冬季，一是因为俄罗斯从2025年12月开始逐渐失去战场主动权，这为乌克兰创造了一个谈判窗口，这个窗口将一直持续到冬季来临。2是因为美国大选，如果战争持续到11月，就刚好赶上美国中期选举。如果特朗普能拿出一份乌克兰和平成果，那对投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，所以美国肯定会加速推动谈判。对乌克兰来说，他们要做的就是逼俄罗斯上谈判桌。布达诺夫给出了他们的逻辑，通过对俄罗斯本土的战略打击来创造谈判条件。费多罗夫也宣布启动名为后勤封锁的大规模中程打击计划，目标是把无人机的控制范围扩展到俄战区后方50到200公里的所有关键基础设施。总之，要让克宫意识到，再打下去，自家后院就要被炸穿了，从而迫使他们放弃拖延策略，认真进行谈判。仗打得这么惨，俄罗斯内部早有人提出不满，连带着对普京也有质疑。对此，克宫的回应是全进精神病院吧。苏联当年有一门独门绝技，叫做惩罚性精神病学。这个名词听起来很学术，其实就是把不听话的人扔进精神病院。苏联当局的逻辑特别清晰，只有精神错乱的人才会反对他们，所以如果你反对，那一定是你脑子有病。于是数千名持不同政见者被强行塞进精神病院，确诊了迟缓型精神分裂症。这东西在正经医学教科书上根本不存在，但是苏联就通过这种病实现了对反对者的无限期关押。想要出去，就等医生说你病好了，但什么时候好，医生说了算。而医生听谁的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这事做得太不地道，所以后面俄罗斯都在避免这种做法。但乌俄战争一打，一切都变了。据 OVD-INFO 统计，截至2026年6月，至少有63名因政治指控被定罪的人正在接受强制精神治疗。纪念人权中心也追踪到了57人，这还只是有记录的数字。经典案例就是伊利亚·雷梅斯洛，他也算是有名的贼博主，对战争和普京一直持追捧态度，甚至可能拿过总统办公厅每月70万卢布的报酬。然后在3月的时候，他突然发了一篇长文，标题叫“我不再支持弗拉基米尔·普京的5个理由”。在那篇檄文里，他称普京是不合法的总统，给普京列了 N 大罪状，战争已经彻底陷入死局，
经济被摧毁，互联网被全面封锁，普京在权力上永远不放，对老百姓的态度根本不屑一顾。这篇长文一出，俄罗斯舆论圈都炸了锅，然后他就被圣彼得堡警方带走了，关进了圣彼得堡第3精神病院。这家监狱就是以关押意见者闻名。雷梅斯洛被关了将近1个月，出来之后就接受了采访，说精神病院不允许散步，条件非常恶劣。他也看出来了，在俄罗斯严厉批评高级官员是有代价的，但这人也是够硬气，说自己还要继续干下去，要当反对者的领袖，只是要调整表达方式，避免人身攻击。他甚至表示自己和其他贼博主进行过私下交流，发现大家都在积压不满，只是不敢说出来而已。面对倒戈的贼博主，俄罗斯外交情报局干脆发了一份声明，声称乌克兰情报机构从4月底开始用假账号疯狂购买俄罗斯的军事和爱国频道，买完了再用他们散布假新闻，诋毁俄罗斯军方和领导人，总之又是乌克兰的锅。现在的克工根本不敢听前线有多惨，打得有多难。普京带着手下一群人仿佛活在另一个世界，眼里只有继续打，打到赢为止。火力军只能说美梦很好，但是该醒醒面对现实了。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各位觉得俄罗斯的经济能够撑过2026年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